轩，最近中国政府真的是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之前跟日本吵架说，你们不准去日本，直接断。好，现在跟美国已经吵非常久，他们现在竟然出一个奇招，他说，国小生原本要学英文的，现在你不准学英文，它不是必考的科目了。但问题点就在这，你之前推行这么久的英文政策是在上面来，我们看到这是中国人英语程度这新闻受报道。列全球第36位，尤其是上海领跑全国。你好不容易干到这个位置，你现在自废武功了。因为上海人是整个中国里面最叛逆最常发生革命的一个我们讲的城市，也是最先进的城市。就没有想到呢，竟然被开刀。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共产党现在跟你讲说，不许学洋文，洋文换东西，满肚子的坏墨水啊！跟你讲说，所以把英语这个科目，这是上海的小学，对，跟你讲再见就不用考了。以前英文是怎么样？它是数学、国文、英文齐名的，对啊，现在英文不要了。对，变副科了啊，副科变成是乡土教材啊，就是随便你爱读不读，就跟健康教育是一样的。开什么玩笑？然后真的公告周知，不含英语学科，原定在1月20号周四上午的英语期末考评分取消，原定上学放学时间不变，特此通知。但是我跟你讲这真的是我讲一般人有讲说杀鸡取卵，对不对？但这个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上海现在已经是中国最后希望，包括它的经济，包括它的实力，结果偏偏要在这时候呢，在自己最优秀的地方砍上一刀。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英语程度上海赢过哪里？赢过北京，赢过整个全国。它是呢整个36，我们讲的，它位居第36名，而且甚至是上海的英语能力比台湾还有香港都还来得好。哇塞，所以它能力真的不错。对，就上海人真的非常有国际观。那这是哪里来的呢？从小训练来的。比如说，你看这是上海3岁小孩，他上这个双语英语幼稚园。坦白说，3岁就在双语幼稚园，我看了我也是吓坏了。那你看他拿着这个《西游记》对不对？他在读《西游记》英文版《西游记》，英文版的《西游记》3岁。第一个，他3岁看得懂字，我也是吓坏；第二个，他3岁竟然可以正确的发音，我更吓坏。天哪，这根本神童嘛！但与此同时他在上海还有一间国际学校，这是1年级的寒假课程他拿了这个叫做我们讲 RACE-P， 你知道 RACE-P 大概是什么呢？大概是美国的这种小学读物，大概是2年级的，所以他是以中国人去读美国国小2年级读的绘本的课本。那你想，美国人他的英文好不好？我这不是在讲废话吗？对，所以他国小2年级读的，有够了不起的。然后你看在上海采访一个小学生他就讲说in terms of the grammar and the lecture resource, I will just give myself at 3。然后什么叫做 lexical？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词。我台大毕业，我不知道什么叫做 lexical。OK， 那英文能力有够好然后他开始讲一堆非常生硬的单字，对，就很厉害。但是你知道之前还有一个女童10岁跑去比赛。那赵尔，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底下有她的，你听她讲话。这个不是 AI 吧？不是，是真人的。第一个他讲的是音腔，对。再来他讲的第2个词他的词汇对不对？他的 vocabulary 连美国人都听不懂。对，真的，我跟你讲，美国人都听不懂，很少会用这个字眼嘛。对，他都用一些这种百科全书，你要查字典才查到的字，有够厉害，神啦！怎么这种小学生来？你知道，所以奥巴马曾经去到中国的时候那个结束访问之后了他在上海跟这个青年领袖座谈说，他说我很抱歉，我的中文没有你们英文好他当然是用英文讲。对，他的意思说什么呢？中国的英文过去真的曾经非常不错，而且有他的道理，而且他为之赞叹，为之赞扬。奥巴马都说赞。对啊，所以呢，上海现在已经是中国里面算好了，对不对？郑兆和，我跟你讲都已经算是稀稀落落，也就是他已经中国的掌上明珠了。对。那目前为止状况都不太好，比如说呢，包括他们的东兴路这边生意很惨淡然后包括很多商铺房东都在降租金像你讲的这样空荡荡完全都没有人是黑的，连铁门都拉下来了。但这样算好的咯。那你要把这个已经算是硕果仅存，再砍一刀，你要再给他死，叫他不要用英文来。连 IKEA 最近跟你讲说要调整布局，为什么呢？因为呢，在判断整个中国目前的这个据点之后呢，要把上海的宝山商场以及呢相关的一家的广州等等，也就是连上海这边都要把它的门市撤出。所以你想想看剩下来的会是什么？有一部电影叫《蠢蛋进化论》，就是优秀的人都被删除之后呢，中国就剩一堆蠢蛋，所以呢才会发生这种央视记者跑去问美国财长这件事情。Q lie。对，就我讲我看了他的全文之后，我讲我真的瞠目结舌。你看他说这展开线，你认为美国存在展开线吗？Q lie so do you think this Q lie so do you think this Q lie in US？ 他现场就是这样念。所以我们讲based on 你听他讲let's meeting a huge
a huge expense let's make from 至少 middle 对我 class 唯一听得懂这个单词，就 financial rule exists in very good，OK， US 后面这个 Q line 哈。非常可怕啊 ！Middle class to financial rule exists in， 它是全部都中翻英啦，但是他是顶尖的央视记者，所以你想想看，这就是未来的一个中国。所以我现在不懂的是哦，你如果认为说哦，反正呢，我跟你讲，我就是要跟你硬刚，所以呢，我就干脆呢都不要学你的东西，都不要碰你的东西。所以各位，你想想看啊，两教相比之下，你就不会怀疑说为什么钱通通往川普那边去，而中国早已人去楼空。玉峰哥，刚刚真的完全是两样情。当你跑到国外去的时候，过得一帆风顺；你在待在中国，真的是用惨来形容。现在中国人跟什么？跟奴隶是一样的。你看到这个人，他才32岁，他在广州做 IT 了，现在被已经炒到中国已经炒翻天了。他就是过劳死，而且过劳死更惨是什么？第一个，你在抢救的过程当中，你还被拉入新的群组里面，叫你去办事。死了还没放过他，还要求他要工作。对，我们在过去讲说哈，大陆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内卷，卷到了会要人命。以前这是一个夸饰，现在这是一个形容。真的卷到最后，一个人要打6份工、7份工的时候，你可能你的命都没了，真的惨了。这是一个32岁正值壮年，然后呢，这个人是谁？他是他的部门的经理。结果呢，你知道吗？他竟然做事做到死掉，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过去1个礼拜一直在加高强度的工作，所以呢，过去1个礼拜他最早晚上的9点38分到家，最晚呢10点47分到家，然后呢前一天呢他已经非常的疲累了。礼拜五，我们讲说礼拜五结束之后，礼拜六好好休息吗？没有，他礼拜六清晨就开始上班了，就开始在家里登录公司的 OA 系统，然后呢开始帮公司解 issue。结果你知道吗？他竟然早上的时候呢就昏倒，8点58分打120急救电话，然后到9点46分的时候呢，医院说你来的太晚了，你已经死亡了。家属说想办法救，想办法救。在这个整个过程抢救过程当中，你知道吗？公司做了些什么事情？公司竟然把他拉入了一个工作群组里面，新的群组，我还在跟死神拔河的时候，你知道吗？公司的同事还叫他什么帮忙处理一下这个订单，结果他在1点的时候呢，已经宣告死亡了嘛，已经宣了嘛，对不对？那公司也应该有人知道这个事情嘛。结果你知道他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还有人在群组里面艾特他。已经死亡8个小时之后呢，还有人在艾特他说，礼拜一一早有紧急任务，今天验货不过，要把这个改一下。大家网友第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他一个人要干7个活啊？难道你跟公司没有其他人？我告诉大家，还真的没有其他人。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的人都被裁员，都被 fire 掉了。为什么？我 fire 掉你之后，我把你榨干了，再把你 fire 掉，那我就不用付你薪水了。所以他等于是说，没有人的情况下，我一个人要做3份工，他要做4份工，对，而且我还是经理，对，他要做非常多的事情。他是经理，他是销售，他是程序员，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程式工程师，什么都要弄，什么都是他去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很可怕的危机感，你身边一个被裁掉。你要不要接？你不接，我一样把你裁掉。那看这间公司他这间公司主要是做机器人的。现在来说的话，机器人在大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国家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产业，所以呢，民间企业得跟上。你看一下它赚不赚多少钱呢？它其实是有赚钱的营业收入大概是多少钱？大概180亿。然后呢，它的净利润有8.67亿，大概8亿多，应该是有赚钱的。对。可是因为现在机器人这一块太可怕了，你看最近的大展。大概光中国的公司就20几家，对，大家在互相竞争的过程当中，你要投资要干嘛？所以这些赚的钱全部都拿去在投资了。然后重点是员工有没有分到利益？员工没有分到利益。所以你今天能够计算8.67，就是你用这种压榨的方式，你用人家的命来换你的钱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人少。然后呢，活多，你得把事情给做完。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公司是不是赚不到钱？问题是在公司呈现获利之前，到底要死多少人？好，那拼成这个样子，那你的科技肯定要非常棒吧？如果你科技还是没有很棒，那为什么要牺牲这些人呢？最近网络上面又有一个新的影片了，华为跟苹果来测橘子。这个不是一个，原本是心跳的，对。放在橘子上面测心跳，对，然后呢，苹果就是 Apple 啦 ，Apple Watch 去测，但测不出来啊，因为橘子怎么有心跳呢？对，华为它实现了一个特别的奇迹，它的橘子有心跳哦，所以网友就笑嘛，
苹果跟橘子肯定不是好朋友，他们都是水果，但不是好朋友。但华为是他们的好朋友，华为竟然测得出心跳，然后呢，告诉大家安心守护，然后还你说哦，可以更加准确和灵敏，然后就可以掌握即时数据。问题是，兄弟啊，你去测这些东西，比如说他测这个火腿肠、香肠来讲的话，苹果的 Apple Watch 测个几秒就告诉你不行，当当，为什么？因为火腿肠没有心跳啊。对但是华为呢，还可以测出心跳来。橘子跟火腿肠，对跟这只恐龙，它有血液在流通吗？还有什么？刚我看到还有连肥皂都拿来测，都有心跳。对，所以它如果没有血液在流通的话，它的这个光学感知到底是怎么感知到它的血液呢？对所以呢，这个来讲的话，就是知道说这个讲得很厉害的一个科技，会不会都是骗局？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